嗨，大家好，我是胖胖，今天又要来跟大家聊聊器材啦。那今天要聊的是这台，不对，我又拿错了，应该是这台才对。2025年我最喜欢也最常使用的相机 DJI Action 5 Pro。那个可以的话，帮我订阅和热推一下，感恩感恩。那这台 Action 5呢，它当初刚出的时候，我看到别人的介绍，我就觉得，这台相机其实也没有什么亮点嘛，不就那样而已嘛，就是觉得没有特别让人心动的地方。那时候我还心想，好普通哦，这台相机我绝对不会买，我真的是一直在给自己立 flag 呢。但后来呢，因为我看到了几个我喜欢的点，这些点我后面会再讲到。再加上那时候呢，我准备要去北海道旅游，所以我后来还是买了这台 Action 5 Pro。结果用过之后呢，我真的是爱不释手，你知道吗？我真的超级喜欢这台 Action 5 Pro， 它真的是我目前最常使用来记录生活，也是我最喜欢也最常带出门的一台相机。先让你们看看我在北海道的时候用这台 Action 5 Pro 拍摄出来的画面吧。Go go！那你们刚刚看到画面呢，都是我用这台 Action 5 Pro， 然后使用 10bit 一般色彩的模式去拍摄出来的，然后有经过一点点后置调色，但是我不是用 Log 或是 HDR 来拍摄的。那不知道这样的画面你们看了之后觉得如何呢？所以是要开始介绍了没？要了，现在就要开始了，现在就要开始了。好了，那现在不吊各位的胃口啦，我现在就来分享我会购买这台 Action 5 Pro 的主要2个原因吧。那第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这台 Action 5 Pro 它开机的速度是真的非常的快。你看我现在按一下，有没有？它已经开始在录影了，是不是真的很快呢？这个速度真的是很让人惊艳呢。我手边的任何相机都没有一台是像它这样子一键开机，然后开得这么快的。例如像我的 A74 啊、GoPro 12啊，或者是 Pocket 3相机都没有像这台 Action 5 Pro 它这种开机速度这么快的。好，我们先关掉它。那我平常呢，主要都是拍小孩啊，还有旅游拍摄居多。那小孩突然做出有趣的举动，或者是我们在旅游中突然看到什么有趣的事情，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是只有一瞬间的。如果在最短的时间内拍到这些画面，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你开机太慢，是绝对拍不到的哦。但是像 Action 5 Pro 这样子，按一下马上就开始录影。而且它又是广角的镜头，真的就不会怕失去这些短暂出现的画面了。不过要注意的是，如果 Action 5 Pro 放了太久没有开机的话，那它其实第一次的开机是会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的哦。所以我通常到一个目的地的时候，我会先把 Action 5 Pro 先开机，然后再关机，然后之后呢，你就可以用一键开机录影的方式来做录影哦。那再来我会购买 Action 5 Pro 的第2个原因就是这个，有没有看到？就是这个。这个就是 DJI Mic 2无线麦克风。那这个麦克风呢，当初我是买 Pocket 3的时候，我买那个全能套装组，然后它就附了一个这样一个的发射器。然后用过之后呢，我觉得这个发射器真的是蛮好用的，你只要一开机就可以跟你的 Pocket 3去做连线，真的是非常好用。所以我后来呢，就把整组的 DJI Mic 2呢，就是给买齐了。对，但是我买了之后，居然出了 DJI Mic Mini。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好，重点呢不是这个，重点是 Action 5 Pro 呢，它跟 Pocket 3一样，你只要打开 DJI 麦克风呢，它就会直接跟你的 Action 5 Pro 去做连线。所以如果在外旅行的时候，如果环境比较嘈杂的状况下，我就会打开这个 DJI 麦克风来跟 Action 5 Pro 去做连线，然后用它来收音，这样子收到的声音就会比较清楚一点。这边环境非常的吵。这时候就很适合拿出我们的 DJI 麦克风，这是用无线麦克风连接之后，它的收音就会变得比较清楚。如果你觉得还是有点吵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开启降噪，像这样。好了，我现在是已经开启降噪的模式了，那这样的收音应该会再好一点哦。像我之前介绍2470 GN2代这颗镜头那个影片呢，很多的片段就是我拿 Action 5 Pro， 然后搭配这 DJI 麦克风，然后去拍摄去介绍的。所以你们可以再回去看看那个画面，还有那个声音是不是你们可以接受的。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啦。而且最酷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个 DJI 麦克风，然后去跟 Action 5 Pro 去做连线的时候呢，你是可以用这个 DJI 麦克风去收音，然后去控制你的 Action 5 Pro， 像这样。你去帮我录影好不好？好，你去帮我拍哦。开始录影。
停止录影，这样你就算跟 Action 5 Pro 隔了一段距离呢，你还是可以远端去用语音去操控它哦。所以你已经有 GoPro 12跟 Pocket 3了，为什么你还要买 Action 5啊？不是，你先听我解释一下。其实，在买 Action 5 Pro 之前呢，我是已经先买这台 Pocket 3相机。但是这台 Pocket 3相机呢，我每次带出门都会觉得怕怕的，因为它这个云台呢其实是有点脆弱的，所以我每次在使用的时候呢，都会很担心这个云台去碰到去撞到，所以我每次在使用都是非常的小心翼翼，然后很小心的去收纳这样。总之呢，就是我在使用 Pocket 3的时候，我总是充满着不安全的感觉，有一种不安全感。虽然说我是有买 DJI Care 的，但是在使用上呢，多少还是会有点担心的。而这台 Action 5 Pro 呢，它不像 Pocket 3那样子是有云台的，它就是小小一台，然后也蛮坚固的。它相对 Pocket 3而言呢，是坚固很多的。所以我平常在拍摄的时候呢，可能就放口袋啊，然后放包包啦，然后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拍，然后拍完又可以马上就是再塞回去，这样子完全不需要担心。而且 Action 5 Pro 呢，它也是有支持水下的防水。所以你在下雨天的时候完全不用担心它淋湿，不像 Pocket 3是不防水的，你在下雨天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要小心一点。所以我在使用 Action 5 Pro 拍摄的时候呢，真的是有一种自在翱翔的感觉，就是我在创作的时候是有种随心所欲没有被打扰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非常的舒服，相当带劲儿，完全都不会让我有担心的感觉出现，让我可以更专注在拍摄啊，或是生活或是旅游上面的体验这样子。而且我在实际使用之后呢，我发现它在白天的画质其实是不输 Pocket 3的，他们的运算方式是有点类似的。然后更让人意料之外的是，它在低光的环境之下呢，它拍摄出来的画质其实还可以的就是我在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会觉得哦，这个画面是可以接受的就是你拿来剪接是可以使用的素材哦。这部分呢，算是我没有预期到，然后也被惊艳到的部分 ，amazing。不过呢，它自己有一个低光源拍摄的那个模式，呢，我实际使用呢，会觉得拍出来画面有点假假的。这个模式我就比较少去使用，我就是用一般的模式去做拍摄，就觉得已经很棒了。那另外呢，就是这台 GoPro 12。这台 GoPro 12呢，我在使用上真的是有很多不是很喜欢的点。例如 GoPro 12呢，它的触控不是很灵敏，它在低光的环境下面呢，因为它稳定效果的关系，所以它拍摄出来的画面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抽搐鬼影的画面出现。然后再就是还有它开机啊不是很快这样子。而 GoPro 这些让我无法接受的点呢，在 Action 5 Pro 上面呢，则是表现得非常的优秀。除了前面讲到 Action 5 Pro 呢，它的开机速度是真的非常的快之外呢，它的前后萤幕呢，它的触控都是非常的丝滑好用的，就是你只要一滑，它都是跟着你的手指在走的，不会有那种延迟的感觉。这用起来就是会让人家心情非常的好啊，你知道吗？但是 Action 5 Pro 呢，它在低光环境下拍摄呢，因为稳定效果的关系，它也一样会出现一点点的鬼影画面，但是它出现的那个鬼影画面呢，是没有 GoPro 12那么明显的。所以呢，如果想要晚上稳定效果好的话呢，可能建议还是要使用 Pocket 3相机啦。但是我还是得说 Action 5 Pro 的晚上，我真的可以接受，真的可以。那另外呢，还有就是 Action 5 Pro 它的收音呢，也比 GoPro 12还要好，然后再加上它还可以连 DJI 的无线麦克风，所以 Action 5 Pro 它真的是无敌呀。那至于我为何会选择 Action 5 Pro， 然后没有选择另外一台也很强大的相机 S Pro 2呢？那最大原因当然就是因为 S Pro 2那时候缺货买不到啦。没有啦，主要还是因为在开机速度还有无线麦克风的这个部分，都还是 Action 5 Pro 呢比较优秀一点。然后这两个点刚好又是我会比较在意的一个部分。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常在夜拍啊，然后又可能不太喜欢用无线麦克风的人呢，那我会觉得 S Pro 2可能会比较适合你一点。啊，你都没有用了，觉得不喜欢的点吗？肯定还是有的啊。虽然这台 Action 5 Pro 呢，我用起来整体上都很满意，但是我在使用上呢，还是有发现一些我觉得还可以再改善的部分。例如，我觉得它可以像 GoPro 12那样子，就是按住画面，然后就可以去锁定曝光，或者是它可以让我自定义右下角的那个图示，让我去自定义它的功能。那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想要把它右下角的功能设定成 EV 值，这样我在拍摄的时候呢，就可以自由的去调整它的 EV 值，那我就会更容易让影片控制在我想要的曝光程度。那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太阳太大的情况下呢，如果你直接拿着 Action 5 Pro 呢，直接对着太阳去拍摄的话呢，那你的画面可能就会有像 iPhone 那样的鬼影出现哦。然后还有就是啊 ，Action 5 Pro 旁边这个充电的这个盖子呢，它其实没有很紧，
就是我直接用手去扳它的话呢，你看我这样就打开了。我甚至都不用去按它这上面按钮，我就可以把这个盖子给打开哦。那这样子呢，就会让我在水中拍摄的时候啊，或者是下雨天拍摄的时候呢，就会有点担心，就会担心我不小心去碰到它，或者去拉到它，然后让这个盖子就打开了，然后就进水了这样子。但是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每台 Action 5 Pro 呢都是这个样子，也许只是我这台相机有这个状况出现而已。那其他还有就是呢，像它的开关呢不是很好按，然后你在第一次使用 Action 5 Pro 的时候呢，你第一次开机是需要跟手机的 App 去做连线才可以使用的，会有点麻烦。大概就是这些小地方啦，但是整体上呢，我是还可以接受的，对我而言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所以给过。那你有没有其他更特别一点的经验可以分享啊？你这个问题懂问呢。我正好想要讲讲我平常都是怎么用 Action 5 Pro 去做拍摄的。我平常呢最常使用的 Action 5 Pro 的配件呢就是这个，讲讲颈挂式支架。我很喜欢用这个颈挂式支架呢去架设我的 Action 5 Pro 呢，然后去拍摄第一人称的视角画面。一方面就是它可以解放我的双手，让我有双手可以去应付小孩的临时状况。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又可以拍摄这种第一人称的视角。我觉得这种第一人称视角呢，拍起来真的是蛮有趣的。你现在看到这些画面呢，就是我使用 Action 5 Pro， 然后搭配这个颈挂式支架，然后去拍摄出来第一人称的视角。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呢？然后当你把它挂在脖子上的时候呢，如果你临时想要把它拿起来，你可以像这样子转一下，你看就拿起来了。然后等到你拿起来拍完之后，你想要再把它挂回去呢，你只要这样一塞，它又挂回去了。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呢？那这支架我目前使用下来呢，我感受到的一个缺点就是，它挂在脖子上，如果挂得太久，你会觉得好像它一直在摩擦你的脖子，你的脖子就会有一种被摩擦的那种不太舒服的微微痛痛的那种感觉。那另外呢，我之前也会使用像这种项链式的颈挂式支架，那它呢其实也是不错用，你看它的磁力。有没有？它的磁力也是蛮强的哦。但是呢，如果你有小孩呢，我是不太推荐你使用这款项链式的颈挂式支架，因为你在抱小孩的时候呢，其实小孩的手啊或脚啊，有时候在那边动来动去，不小心就会把你的相机给踢掉了。虽然说它的磁吸已经很强了，但是小朋友手脚的力量其实是蛮大的，就是这样子，有时候拨一下，还是会让它有掉落的几率。然后像我 Action 5 Pro 它就有因为这样子掉过2-3次。还好 Action 5 Pro 也算蛮坚固的，它就是镜头的框框呢有一些摩擦的痕迹，但是还好它这个框框呢是可以再做更换的，所以没有关系。那因为这个项链式的支架呢，它是用夹住衣服的方式，所以你在使用上的时候，如果你夹在衣服前面，它其实是会有点往下垂的。那为了避免这个状况呢，我会建议你们就是安装相机的时候不要这样子装，要这样子颠倒过来装，有没有？像这样子颠倒过来装。那你这样子装呢，你在吸在衣服上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有被衣服被拉扯垂下来的状况出现。但是你这样颠倒装的时候呢，记得要去相机设定，去把它那个自动翻转的功能给开启，这样你拍出来的画面才会是正的，你就不会每次在开档案的时候都还要这样子把它颠倒180度过来，这样你在拍摄上面呢就会比较顺利一点哦。那再来还有一个小技巧呢，是跟采风摄影那个大马猫文老师学的，就是你去买一个像这样的热靴快拆，有没有长这样？然后你有买这个热靴快拆呢，你就可以像这样子把它装在相机的侧边，像这样子。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这样子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拿你的 DJI 无线麦克风呢，直接把它插在这边。那你就可以变成一个简易的向前收音的方式。那当然，如果你需要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往后颠倒插，换这样子插。那你这样就可以变成是边录边向后录音的方式，这样子是还蛮方便的。再给大家看清楚一点哈，就是长这样子，有没有装好就长这样。只是呢，我买的这个热靴快拆呢，它其实在前后滑动呢，还是有几率让你的 DJI 麦克风掉下来的。所以如果你要安全一点的话呢，可能建议用个大力胶还是什么的把它固定住，这样子才不会掉下来。因为像我在北海道旅游那个时候呢，我其实 DJI 麦克风就有一次就是这样掉下来了，真是超惊险，我的麦克风居然不见了。然后那时候我掉下来的时候呢，还一度找不到我的 DJI 麦克风，吓死我了。还好后来它是掉在我的衣服的一个夹缝里面，后来还是有找到。真的是喝了嘎仔。我那时候在北海道旅游的时候呢，很多画面都是用这种方式去做拍摄和收音的哦。那也因为 Action 5 Pro 它可以这样子装哈，然后再加上它又是广角，所以呢，它其实像这样子加一个自拍棒，你拿来自拍，
是非常方便的哦。所以我介绍247-2代那支影片呢，其实我很多画面就是像这样子拿着，然后去自拍，去介绍镜头，这样用起来好处就是你拿起来手真的都不会酸，而且它画质在白天下又还算是蛮可以使用的画面哦。非常推荐。那最后就是呢，我在使用这台 Action 5 Pro 拍摄的时候呢，我都是使用 Split 一般色彩模式去做拍摄的，我不会使用 Log 模式去做拍摄，因为我在使用这台 Action Pro 去拍摄的时候呢，我其实就是想要做一个很快速的一个记录，然后拍完之后呢，可能还去做个分享啊，或者是给旅伴去看这样子。所以这时候呢，如果我还拍 Log 模式的话呢，我拍出来的画面都是灰灰的。这样如果我马上想要分享到社群上的话呢，我就必须还要后置调色嘛。那如果要给旅伴看呢，旅伴也只会看到一堆灰灰的画面，他可能还会想说，你到底在拍什么啊？你到底会不会用啊？那他可能就会误会我们都在乱拍。讲很久我都快睡着了。OK， 快了，我们现在已经讲到结尾的部分了，再等一下。好了，那最后呢 ，Action 5 Pro 这台相机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台相机，能够买到这样一台相机，让我用得非常的顺手。那我觉得买这台相机就是一件很值得的事情了。那当然呢，除了上面讲到那些优点之外呢 ，Action 5 Pro 呢，它其实还有其他不错的优点。像是它有47G 的内存空间，让你可以应急去做使用。然后它的机身上面呢，还有一个白平衡侦测的感应器，让你拍摄出来的画面呢，它的白平衡都可以比较正确一点。然后还有它机身里面那些参数设定的界面呢，都是还蛮简单、好懂、好学习的。那另外呢，它也有支持快充，让你如果真的没电的时候呢，也可以快速充电去做使用这样子。还有它那个前后萤幕的切换呢，也是让你非常的顺手、非常的好用的。以上这些点呢，都是我很喜欢 Action 5 Pro 这台相机的原因。那也是为什么呢？我会很真心的推荐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是可以购买 Action 5 Pro 这台相机的原因。那目前网络上呢 ，Action 5 Pro 这台相机最常被拿来比较的就是 S Pro 2那台运动相机嘛。那一定也有很多人在这两台相机之间呢犹豫不决，不知道该买哪一台相机。那我得说呢，这两台相机其实都是在伯仲之间啊，他们都有各自的优点。不过如果今天是在两台都有货的情况下呢，我应该还是会优先选择 Action 5 Pro 这台相机，不是因为 Action 5 Pro 它这台相机赢过 S Pro 2很多，而是 Action 5 Pro 它的优点呢，它的优势的部分刚好都是我比较需要的部分。就前面有讲到的啊，一键开机录影的速度非常的快，然后本身收音又不差，然后又可以接 DJI 的无线麦克风，这些点呢刚好都是我会比较在意的部分。所以最后呢，还是不免俗的要跟大家唠叨一下，就是你在买相机之前呢，还是得先确认好你自己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当你确认好你的需求之后呢，你就应该会更知道哪一台相机会更适合你自己。这样你在买完相机之后呢，就比较不容易遇到后悔的情况出现了。好啦，那本集就差不多聊到这边啦。这次的聊聊系列不小心又聊了太多啦，都已经不像聊聊系列了呢，好像有点太丰富了齁。不过如果可以让你们更了解这台 Action 5 Pro 相机呢，那我多聊一点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啦，那我们这集就聊到这边啦，我们下集再见，拜拜。